俄罗斯3年没做到的事，以色列3天就做到了。6月13日，以色列超过200架战机突袭伊朗，结果没过几天，以色列就声称已经完全掌握了伊朗的领空。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则表示，我们在3天内就在伊朗领空取得了空中优势，俄罗斯在乌克兰3年都没能取得的成就，我们在3天内就做到了。二者相比，伊朗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远大于以色列，而俄罗斯的领土面积则远大于乌克兰。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，以色列的表现要比俄罗斯强得多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或许是以色列太强，也可能是俄罗斯太弱。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俄罗斯也没能掌握战场制空权，自家的空天军被乌克兰揍得不敢深入腹地，苏24、苏34、苏35被干掉了不少架，无奈之下只能在一旁丢炸弹，想打击乌克兰本土的设施只能是无人机加导弹。相比之下，以开战仅3天，伊朗的天空就已经被以色列掌握。在开战当天，以军的飞机就能在德黑兰上空随意遛弯，并频繁打击伊朗防空系统，核设施、机场也被炸了不少，而伊朗却没有丝毫还手之力。之前宣称击落 F-35I， 那也是吹牛，都被实锤了，证据都是伊朗拿 AI 捏造的。当然，伊朗也不是啥都没干，起码还击落了赫尔墨斯无人机，对伊朗来说，这已经是可喜可贺了。不过，按照乌俄伊以之间的实力对比，本来不应该这样。乌俄之间，俄罗斯无论是土地、人口还是战力，都比乌克兰强。巨大的实力差，甚至让俄罗斯提出了1小时22分钟速通乌克兰的想法。另一边，伊朗的数据也比以色列更豪华，比人口，伊朗8800万，以色列只比伊朗的零头多一点，土地大小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更别说伊朗这边还有几千枚导弹。按照一部分专家的说法，伊朗可以在半个小时消灭以色列。但事实上，吹嘘1小时22分钟速通乌克兰的俄罗斯，在付出伤亡100万人、经济面临崩溃的代价后，不仅没能击败乌克兰，反而屁股频繁被爆，图95都被摧毁好几架了。表示半小时灭掉以色列的伊朗，3天后就不行了，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也越来越少，从第一波的200枚降到现在的几十枚，这是伊朗方面的数据，实际数量还要更少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根本原因就是俄罗斯没能取得制空权，而以色列掌握了伊朗的天空。海湾战争已经告诉我们，在现代战场制空权有多重要。实际作战时，如果双方都没有掌握制空权，战场就会陷入僵局，最终沦为消耗战。详情可以参考乌俄战争。只是明明俄罗斯才是世界第2，战场表现却不如以色列，这是为什么？从表面上看，俄罗斯的战果不如以色列，原因就是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比伊朗更强，而且以色列空军的战力优于俄罗斯空天军。苏联解体之后，乌克兰继承了苏联30%的军事力量，其中包括大量的防空系统。就结果来看，乌克兰陆军防空兵大概获得了300套以上的 S-300， 还有几十套山毛榉、S-125、S-75。数千件近程防空导弹、便携式防空导弹、弹炮合一防空导弹系统、自行高射装置和高射炮等。在20世纪90年代初，乌克兰地面防空实力仅次于俄罗斯，单位领土防空密度绝对是世界第一。虽然之后因为一些问题，乌克兰封存或者报废了老旧的防空导弹系统，比如 S-75M、S-125、圆圈、立方，也有很多 S-300被丢进仓库，基本没怎么用。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，乌克兰就开始重整军备，并大规模维修这些防空系统。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前，大概有250套的 S-300处于可用状态。战争爆发后，俄罗斯的空袭大概摧毁了上百套 S-300，但乌克兰还有一大半的 S-300处于可用状态。那些山毛榉防空系统则是凭借着机动性强的优势，经常在前线埋伏俄罗斯空天军。相比之下，伊朗就稍微有点菜了， S-300的数量大概是15套，之前还被以色列干掉了几套。至于那些自研的防空系统，什么巴瓦尔373、梅尔赛德、霍尔达德系统等，起不到任何作用。因为一直遭受制裁，伊朗也想打造多层防御体系，但是防空系统太老，并且来源极为复杂，不同系统之间无法实现有效联通，指挥系统的数字化水平太低，很难形成统一高效的防空网。实际作战时，大家都是各玩各的。除此之外，伊朗的发展方向也有问题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伊朗把军事战略重点放在了导弹部队的威慑能力和代理战争，而不是
是建设足够强的防空体系。按照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说法，这是伊朗政治军事上的重大失误。当然，这点火力军要帮伊朗说两句，不是伊朗不想搞，而是搞不了，一直被制裁，不仅经济拉垮，也没机会去买那些先进的防空系统，能选择的也就一个俄罗斯。但大家也都知道，俄罗斯防空系统的性能也就俄罗斯自己人气，而且在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的军工实力大幅下滑，建造的防空系统自己都不够用，卖给伊朗的 S-300也不算多。在这种双重打击下，伊朗只能选择发展导弹，从而以攻代守。只要自己的威慑能力足够强，别人就不敢打我，防空只能随便应付一下。不过以色列动手之后，伊朗的实力就暴露了，原来是小瘪三。当然，俄罗斯的战果不如以色列，除了乌克兰与伊朗的防空差距之外，空中实力也要算进去。在战机这方面，最直接的就是实力差距。俄罗斯空天军没办法跟以色列比，以色列空军其实是缩小版的美军。从打击精度、空中加油的续航以及奔袭的距离来看，仅比较小规模战斗，以色列空军其实与美军一样，其大概有40架 F-35I 隐身进入伊朗腹地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至于俄罗斯空天军，最大特点就是命好，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，所以战机数量不少，但能出动多少架，谁也无法保证，而且性能太差，打击精度也不行。苏57虽然也被冠名5代机，但这东西就是一个半成品，隐身能力差了一大截，弹仓也有问题，而且在乌俄战争中，苏57就没有出动多少次。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术也有问题，以色列这边主打一个高科技，训练复杂，还有加入情报与网络能力，而俄罗斯空天军只会教飞行员去开飞行的火炮，需要摧毁敌方防空系统时，以色列可以用 F-35挨个点名，在废掉伊朗防空后， F-15I 与 F-16I这种非隐身战机出场，而俄罗斯只能用米格31或轰炸机躲老远发射导弹。如果只有这一个问题，俄罗斯空天军不至于表现那么差，只是很可惜，在武器上俄罗斯也不太行。以色列有大量的精确打击武器，比如 GDAM， 在打击伊朗防空设施时，战机不需要低空低速。而乌俄战争爆发时，俄罗斯空天军宣称已经摧毁了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和空军，于是苏30和苏35使用那些无制导的铁疙瘩打击乌克兰目标。不过战机丢无制导的航弹不仅飞得低还慢，这也是为什么在乌俄战争初期，我们能经常看到俄罗斯某某飞机被击落，直到2024年俄罗斯才普及了滑翔制导炸弹。说实在的，俄罗斯与以色列最大的差距就是没有5代机。现代战场隐身为王，5代机可以在敌方防空系统还未发现自己时直接发动打击。这就好比在擂台上，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跟一个瞎子打架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，谁赢一眼就能看出来。瞎子不知道对手是谁就被干掉了。伊以战争就是这样的，以色列是那个拿枪的正常人，而伊朗则是那个瞎子。于是伊朗只能听见枪响，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。至于乌俄战场，俄罗斯那是名牌作战，除了那些早期的导弹打击，战机负责空袭时都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发现了。两个正常人擂台对战，双方自然是有来有回，放在战场上那就是消耗战。当然，以色列与俄罗斯的作战效果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差距，除了以上这些表面因素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。火力军对于打架的看法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，己方一群人打对面一个，这就叫实力碾压；己方1打2甚至是1打多，那叫盲目自信。以色列与乌克兰是前者，而伊朗与俄罗斯是后者。乌俄战争爆发后，北约力挺乌克兰，防空系统、坦克、飞机缺什么给什么，东欧国家的 S-300几乎都给乌克兰了。北约与其他国家援乌的 F-16已经超过100架，美国还一直向乌克兰提供情报。两个战时作战，一个自带奶妈，一个只能依靠自己的回复，差距很明显。更别说这个奶妈还有减疗的能力，一个制裁上去，俄罗斯就萎了，经济越打越差，武器的生产速度跟不上前线的消耗。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一个越南战争，当初美国一直炸越南，越南的防空体系也能坚持战斗，萨姆2还成了历史上击落数最高的防空导弹。为什么有人在后面当奶妈？每一个成功的战士身后总是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大奶。相比之下，俄罗斯还好一点，作为老大，能找队友与小弟吸血，比如伊朗无人机与朝鲜兵，伊朗才是真正的孤立无援，队友本来就没几个。
最粗的大腿已经被削得不行了，自己发展的小弟也被以色列与美国提前清除。除了这点，美国的情报支持也很关键。以色列打击伊朗时，虽然美国最开始的时候表示没有参与，但情报这玩意儿，以色列需要，美国不会吝啬。乌俄作战时也是如此，在俄罗斯发起战争之前，美国就已经预测到了。其次，双方的战争方式不一样，以色列与伊朗没有地面接触，以军的主要作战方式就是空袭，而俄罗斯的主力则是地面部队，侧重方式不同，所以在战争爆发之初，以色列的目的就是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。于是摩萨德提前做准备，渗透至伊朗境内，配合以军的空袭，彻底瘫痪伊朗防空。另一边，俄罗斯打击乌克兰，从战术上看，这是模仿海湾战争，空军导弹轰炸敌方地面防空系统、雷达与机场后，再派遣地面部队打扫战场。但是很明显，俄罗斯没学明白，这也是有原因的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国际上没一个认可的，时间拖得越久，越对俄罗斯不利。而海湾战争开始之前，美国就已经明牌了，我要打伊拉克，谁赞成谁反对，并且身边还有一大堆盟友，时间长，无非就是花的钱多一点。于是，在彻底摧毁伊拉克的反击力量后，美军的地面部队才被派到战场。乌俄战争这边，俄罗斯不想打成消耗战，在发动空袭的同时，就已经派遣地面部队入场，并向基辅展开特种作战，想要从内部控制基辅，快速结束战争。只是很可惜，安东诺夫机场之战，俄罗斯以失败告终，错失了最佳时机。只能说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还是不如克格勃。如果乌俄作战时，俄罗斯在乌克兰内部展开渗透，配合安东诺夫机场之战，情况如何还不好说。当然，不是俄罗斯不想渗透，俄罗斯也想渗透并摧毁乌克兰政权，但是渗透不动。摩萨德之所以能把伊朗渗透成筛子，根本原因就是伊朗政府不受欢迎。这可不是火力军随便说说的。根据以伊战争的情况来看，当以军空袭伊朗的军事目标时，德黑兰的民众丝毫没有表现出紧张，反而聚集在阳台上，喝着汽水，吃着瓜，看得津津有味，心里估计想的是这烟花真好看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主要还是伊朗政府不地道，说好的革命之后就有好日子过，结果越混越差了。就这种情况，摩萨德特工发展内线估计都不用掏钱，身份一亮，伊朗人民直接付费提供情报。乌克兰这边就比较团结了，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依旧还有52%的乌克兰人拒绝通过放弃领土以换取和平，泽连斯基的支持率甚至一度达到74%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是克格勃来了，恐怕都起不到太大的作用。这一系列原因所造成的结果，就是以开战3天，以色列的 F-16I 就能随意进入德黑兰，而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制空权反而更偏向乌克兰。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件事：现代空战隐身战机的确很重要。之前我们一直说五代机多猛多重要，作战效果有多好，但一直没有实际例子，难免有些模糊。但现在它来了，面对那些防空完善、自身拥有五代机、有探查隐身战机能力的国家来说， F-35的威慑性没那么大。你有，我也有，相当于大家都没有。但如果是面对伊朗这种既没有五代机、防空实力也一般的国家， F-35就是降维打击，作战方式与4代机完全不同，悄悄摸到对面头顶丢炸弹，不跟你讲道理。伊朗的防空就是这样没的，但4代机就能丢炸弹，或者冒着生命危险丢炸弹。俄罗斯的飞机就是这样掉地上的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以色列能快速掌握伊朗制空权还有什么原因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